现在我的身旁啊，这是一个大型的汽车坟场，而这个汽车坟场特别有趣的是呢，它还不是那种普通的汽车坟场，拿到这里来以后呢，就把它们处理掉，而是这里的这些汽车啊，它们放在这里依然还有它们的价值。像你看，有些汽车啊，甚至已经超过了100年以上的历史，它仍然停在这里呢，还可以出售出去。你看这一辆汽车，它的价格就是$5900，一辆小型的这种卡车，福特的。你看这里还有这种已经锈烂完的汽车，但是没有看到有标价。这辆汽车啊是别克的，特别的古老哦。这种汽车应该得有接近100年的历史了吧？地上到处都是汽车的排气管，还有这样的汽车。你看这辆汽车是不是很像以前啊那个猫王曾经坐过的那个汽车？白色的，非常的酷。但是现在呢，看上去啊，好像它的中间和尾部啊还保留着那种蛮酷的感觉，但是前面呢就已经是这样的一番景象了，已经看不出是什么型号的汽车了。而这一辆红色的汽车啊，是别克的，你看上面这里还能看到别克的 logo。但它的座椅都已经没了。你看是驾驶舱。这些汽车啊，在当年应该都是时尚的代名词吧。不过现在看上去啊，依旧非常的时尚。如果稍微处理一下，像喷一喷漆，稍微改装一下，把它的轮毂、轮子重新再修复一下，那我想放在某一个旅游场景，或者说是放在某一个地方，那一定是吸引人眼球的一个靓仔了，或者说是一辆靓车了。这些车都特别的长，你看它前后哦，而且呢，这个车又特别的低。曾经的这些汽车呢，就像是躺在这个座驾里面啊，这样在开车，因为它的底盘都特别的矮。你看这辆车，就像是一个剖面图一样，这一面都没了，从这里直接可以看到它的座椅。你看这个转向轴，这是一辆敞篷的汽车。你看它这个门啊，就像是木门一样，最高时速是100英里。它的仪表盘依然可以清晰看到，那边呢还有一些收音机和一个钟吧，真是蛮有趣的。这应该是80、90年代的汽车。散热器。这辆车应该是被撞了，还能看到曾经啊被撞凹的地方，直接撞进去了。这个人当时应该都受伤了。这汽车是重在一起的。
走，去那边看一下。哇哦，这一辆车，敞篷的吗？你看它的仪表盘，非常有趣啊。这一辆车应该有点历史了，看它里面，这仪表盘好像也就只有仪表盘了吧，里面堆满了轮胎，老式的发动机，这应该是3缸的吧？看前面。这什么牌子的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不知道是不是欧宝，没有标志，非常的时尚。最高时速120英里，嘿。For sale， 5美金吗？嘿，哦，这里有850美金，就这辆车，怎么样？你觉得买回去值不值？850块钱买一辆这样的车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哦，门把都没了。850美金的话，折合人民币现在应该是大概在5000多块钱吧。就买一个壳，自己回去重新的改装。这样才可以吗？看一下。哇，这门都打不开了。看前面，发动机还有，不过这发动机没有什么用了。即便修好的话，那应该也是那种老爷车的声音，看不到出售的价格，是不是已经被人预定了？嘿，看这边，哇，这个巨大的汽车坟场。不仅有这种老爷车、小轿车啊，那边还有巴士。有一些可能不能用的汽车啊，就在那边被压缩处理了吧？你看这边还有大型的汽车啊，应该是在那边进行处理吧。那边能看到全部被压扁的一些汽车的残骸。而这个区域呢，这个汽车啊，好像还可以再用一会儿吧。这应该是100多年以前的自行车了吧？人力拉车、马车啊，这是一个什么车？拖拉机吗？哇，你看这轮胎，福特的601，你这引擎。
好多的轮胎。看到这些轮胎啊，我就想到那天我在移动的石头的时候，那个汽车的轮胎啊，扁掉了，然后后来就开的只剩一个轮毂了。你看后面这里，这应该是一个房车吧？我们来参观一下这个房车啊。哇哦，衣橱，然后这一面呢，上面还有一些柜子，看到了吗？我开亮一点，你下面，这是一个洗手池，里面已经是特别的凌乱了。这房车的驾驶舱已经都全没了。一体式的，这边还有一些船，你看这辆房车已经都被压垮了。你看那个地方有一辆起重车啊，正在分解这些汽车。这个里面啊，这些汽车就全部被分解掉了。汽车分解现场。这就是完全没有任何作用的一些零件呢。这边还有个面包车，看这面包车里面还挺时尚的，装上了这样的一些灯。而那边呢，还有一个5星，你看上面装上了这种地毯一样的东西，这还有射灯，后面还有一个床，挺时尚的啊。哇，这么大的一个发动机！方向盘啊，都已经出来了，不知道怎么在开的。这辆车上面还有一个编号57，是一辆出租车吗？哇，这里面你看这安全带，
双开门的，这门都已经关不过去了。看这里面，手还多新，还是挺新的。这把手应该是换过吧？那里面的方向盘。正在分解，一个重型的夹子，直接把车都已经夹扁了。这边是分类的汽车的门。还有汽车的一些引擎盖呀，和它们的顶吧，这是保险杠，全部都分类放在一起的。这是一辆 school bus。引擎还在，好多的引擎盖。你看，在这里还有 gasoline， 加油站都已经搬到这里来了，提枪就可以加油。不过现在只是一个摆设了。你看这些汽车啊，其实呢，它除了可以继续的出售以外呢，还有一些汽车，也许可能表面看上去啊，已经撞得稀里哗啦，但是里面的一些配件啊，它仍然可以使用。因为在美国啊，有很多的汽车呢，都是那种老式的汽车，很多人也喜欢玩那种改装车，所以现在在路上你依旧能看到像上世纪60、70年代啊，或者说是再往前50、60年代以前的都能看得到。所以像那些汽车，如果它需要有零部件的话，那怎么办呢？就必须得在这样的一些汽车身上呢来挖掘吧。所以啊，现在看到的这个汽车坟场呢，它不仅是整车出售，而且啊，还可以将它的零部件呢出售出去。所以，即便啊你看到这种破铜烂铁的东西啊，也许里面某一些部位呢，就是非常值钱的地方了。当然，到了这一辆车啊，它所有的部位都已经没有任何价值的时候呢，那它的归属啊，可能就变到旁边了，就被那个吊车啊给全部可以说是分解了吧。从这些汽车的外框啊，就不难发现的是，在当年呢就已经非常有型了。你看，这是一辆凯迪拉克的轿车，它上面是一个樱桃，圆圆的车灯，非常大的一个汽车引擎，而且又矮又长。即便是现在啊，这样的汽车开在路上呢，那一定是回头率啊暴增。你看周围的这些汽车呢，虽然现在大多都是破铜烂铁，但如果进到修理厂去进行美颜，又或者说经过一些包装以后，那出来啊，可能又是另外的一番模样吧。所以啊，你觉得如果让你花掉3、5千美金来买一辆
这样的老爷车，你觉得值吗？我个人觉得，如果我生活在这里的话，也许我会花上这一笔钱来买一辆这种我自己喜欢的外壳吧，因为它折合人民币的话，也就是2-3万块钱左右。然后买回来以后啊，我会给它换一个 V8的发动机，然后再把那些零部件啊重新整合起来，然后换上最漂亮的轮毂，并且呢喷一层崭新的油漆。开着这样的汽车啊，游走在拉斯维加斯，身旁坐一个拉斯维加斯的金发美女，或者说是开着这样的汽车呢，游走在66号高速公路，去寻找那一段西部的曾经的那一段淘金热，那是怎样的一种感觉呢？好吧，那这里啊也就是这样了。那我是阿生，我们现在呢在亚利桑那州的这个汽车坟场，那我们的旅行啊又将继续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这里啊非常的大，还有很多的区域没有走过。那现在我再带各位老板啊走一圈，看一看有没有能够看得上的二手汽车，或者说是零部件吧。那买回去加工以后，说不定啊还可以用上呢。这里的汽车啊，我估计得有超过1万辆以上了吧，还有好多的这些零部件，那我们得边走边看。其实啊，这有些老古董，可能对有些人来讲，那就是梦寐以求的旧车天堂了，因为这里几乎啊可以找到这100多年以来的各种汽车啊，还有零部件。就算如果你没有找到啊，也不用担心，好像是可以找这个店家预定吧，一般几周就能搞到。像以前啊，不少好莱坞电影里面曾经出现的那些汽车啊、道具什么的，好像有一部分呢就出自于啊这一个地方。包括还有很多私人的客官也会常常啊来这里看车吧。不过今天来这里的人并不是很多，那各位客官啊就慢慢的欣赏一下，如果有合适的，就赶紧坐飞机啊过来淘宝吧。因为这个废弃的汽车坟场呢，它是在沙漠里面，连着烈日底下就是一排排的各种汽车，看似啊很破旧，也许可利用的价值呢应该非常高吧。
各位客官有看得上的吗？今天天气啊，真是很炎热，你这日照啊很强。好吧，那这里啊也就是这样了，那我们下期再见。